痕处种下了因果。时间的奈何，明明纠葛。倘若燃尽星火，总拱手天下如何？历历过往，唯有相思寄托。我念着你，深深寂寥，不眠中停泊。人间烟火，星河暗涌，沦陷于逆流转烟波。我念着你，三生石畔，奈何桥边过。看月色长夜，与你皎皎灼灼，一高楼忘我。看月色长夜，与你皎皎灼灼，一高楼忘我。这岱山上，一年四季不长鲜花，唯到秋夏的时候，才闻得几声鸟叫。像那样一个一年四季没有一线生机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过了10年。他马上要回京了，你难道不想看看他10年后是何等模样吗？等他回来，我便找机会去看他。将军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要去兵库巡视。哦，是，我忘了，近日公务缠身，怕是没空去看他了。既然将军还有公务在身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林郎，那日在靖安侯府中，我便觉得帝家被陷害一事，安宁定然知晓。那您为何不告诉任大人？他与安宁自幼情同姐妹，一不想把她牵扯其中。此次安乐出京，我们替他好好查查。还有荷花坠子的事儿，抓紧查。是。没见过。你呀，嘴上说是来查坠子，我看你是想自己来挑武器吧？哎呀，这不找个趁手点的武器，怎么保护你跟小姐？本来还想着这人是行武出身，或许会用这坠子换把趁手的刀，可这一路的武器铺咱们都问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哎，这都找了1天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就知道吃。我饿了吗？这个坠子过了10年才重现于世，对主人来说必然珍贵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当掉。近年来江南水患连连，饥荒不断。走了，去哪儿？米铺。米铺。可算是问到了，咱俩这回终于可以去饱吃一顿了。就知道吃，现在只问到了这个人姓钟，
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下落呢。啊！可是我都饿了。明天呀，咱们随小姐去江南最大的酒楼望江楼吃饭，管你吃够。真的吗？嗯，行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代慕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。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。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。海量啊！是啊，来，任大人，哎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啊！干！小姐这酒也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，不是说带我们一起吗？稍安勿躁，小姐既然已经令我们备好快马守着，就一定有她的打算。不是，那温硕怎么就能跟他们一起进去啊？还记得昨天刺客来之前，小姐命我陪她温习功课吗？是有这么一回事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她呀，自有用处。任大人，在下再敬你一杯。安乐，切莫贪杯。无妨。任大人，刚才你喝着一圈任人酒的时候啊，太子殿下可紧张得很呐。是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大美人，在京城之中，有多少男子为我倾倒呢？别看这太子殿下平日里正襟危坐的，他其实心里头醋劲可大着呢。是啊，任大人此前就经常在凌香楼流连忘返，还常与其间之人嬉笑打闹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
这件事情是安乐做错了，以后安乐绝对不会让殿下独守空房。这杯酒，安乐敬上。真调皮！没想到啊，这堂堂的太子殿下，竟然爱上了女水匪。无妨无妨，安乐以3万水师求聘，这般手笔，于我太子而言，也算不上丢脸嘛。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太子殿下和任大人的佳话呀，所以今天备了一些薄礼，以和2位能够早日结成秦晋之好。是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哦，哎，钟大人，不可！安乐乃朝廷要员，岂可随意接受贵重礼物？太子殿下，您这话说的，就对任大人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这是贺喜祝福之礼，又和贿赂不一样。您见过哪个把祝福眷侣的礼物往外推的呀？啊？你这又是参谁的折子呀2份参的自然都是任安乐。为何是2份？这一份参的是任安乐受贿。受贿？你那弟弟不就喜欢给人送礼吗？事后好拿捏别人。只要任安乐敢伸手，那就是收受贿赂的重罪。那这一份呢？五彩琉璃皮儿。哎呀，大家这盛情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能不领情呢？哎，别的不说啊，就光是看看今日这盛况，简直就是为我跟太子殿下办喜宴呀！任大人真是通透。来人，把这些礼物都收起来，等宴席结束之后，送到任大人的住处去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既然都说是喜宴，那这可就是份子钱了。这份子钱和大家送的礼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着心里都得有个数吧。小厮，去拿笔墨纸砚来，大家自己送的什么，自己都在纸上写清楚啊。好嘞。大人，你看这。安乐这个要求，本太子认为并不过分。任大人，这点薄礼，不用真的写吧？怎么就不用写了呀？你自然是要写下来的，不然之后我跟太子殿下怎么感谢你啊？这要我们写呀？这怎么写什么呀？这麻烦了，这办法。来，请吧。哦。怎么办呀？他记不住编。这又不是上断头台，你紧张什么？这个吧，哎呦，怎么了，文叔？他明明姓古，怎么突然变姓金了啊？我娘家姓金。古老伯啊，做人可是要诚实啊！咱们太子殿下就在这看着呢。是。诸位啊，这是我亲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
大家可千万别糊弄啊！对，他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，过目不忘这点，我倒是可以作证。姓古。哎。诸位，你们可都得看好了啊！这可是你们亲笔承认的贿赂朝廷要员的证据。文书，把这个交给苑琴，送往驿站，务必交到陛下手中。是。啊，这不行吧？这。以奇珍异宝贿赂朝廷3品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。饶命！太子饶命！别说，走。哎，钟大人啊，你又没犯错，也没行贿，你跪下来干嘛呀？对不对啊，殿下？快起来吧。啊。殿下，你们听，这窗外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你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去看看？今天事还真多呀，殿下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许是之前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。这帮灾民听说殿下御临，便前来巡视。这更不凑巧的是，赈灾的银两4日才能到，仓库里边1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都怪太子殿下，要不是你非要来这望江楼，怎么会害了这些乡绅，又连累这些百姓啊？乡亲们，我们在这跪了这么半天了，太子却迟迟不出来，还派兵堵着我们，太子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了吗？接下来，该你一锤定音了吧？钟大人，我们今日本来就是为了商量赈灾之事。赈灾银未到，官仓又空乏无粮，我有一个更快救济灾民的办法。殿下请讲。让这些乡绅将功赎罪，开了私仓放粮。可我们又没粮可开。哎呀，如果他们也没有粮食的话，那他们方才那些行贿的证据，可不是都到陛下手中去了？乡亲们，这太子殿下装聋作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杀出一条血路，透一个说法。对，走，逼他出来，走，走。太子南下，反而引发暴乱。纵然钟礼文受罚，怕是我们的储君更要为此担上首责。此局难解。那要看执旗的人是谁了。钟礼文千算万算，算漏了寒夜身边的意外。大人此话何解？任安乐此前统领3万水师，个个对他忠心不二。他钟礼文不过煽动几千难民，是在小觑他。太子殿下，
太子殿下，即使众乡绅能把粮食捐出来，但他们的居所分散，得花大量的时间。就是这灾民气势汹汹，这安抚得住吗？殿下，钟大人，我问你啊，大靖楚军在你慕天府被百姓围堵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呀？啊？下官该死，只是身在望江楼，不能调动更多人马。太子殿下，不能为您解忧，臣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！哎呀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太子殿下，我就说这不够，根本不够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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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！钟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说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禁卫军也不够围堵这些百姓的，又没说你巴掌打得不够。你说的对，楼下灾民上千人，禁卫军不过几十。安乐，日落之前，你能替我守住这些灾民吗？安乐说过，只要是殿下祈愿的，安乐都会做到。好。钟大人，楚军无戏言，我会亲自前往众乡绅家中征粮。安乐，等我。安乐与殿下，望各不相负。诸位，我以大靖太子的名义保证，赈灾粮今日必到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不可能，这怕不是缓兵之计。诸位，太子殿下马上就去取粮食，有我任安乐在这儿陪着大家，全当是人质了。你就是那个救了流寇、治了京城高官儿子的水匪。既然你任安乐替我们老百姓做过主，我们就再戏你一回。原来大家都知道任安乐啊！大人英明，便是江南也略有耳闻。有您，我们也愿信殿下一次。那我也愿向大家担保，有我任安乐在此，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抛下大家。现在灾民群情激愤，本官也希望太子殿下能取粮顺利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出身靖南，一介水匪，你们大家最怕什么，最想要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的苦难，我也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请各位父老乡亲放下心来，太子殿下定会带来粮食。殿下，日前慕天府刚发掘了一处铜矿。今日粮仓里多半粮食都已经交到矿上去了，并不是小人不愿意给，而是实在是……无妨，带我去取剩下的半仓粮食即可。我家的粮仓距离此地甚远。咱们现在出发，带路。啊，小人遵命。哦，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话说我任安乐剿灭东迁，千里求聘，然后又拿下了科举舞弊案，这才得了太子妃的晋升机会，然后来到这江南，与大家一起赈水灾，也才有了跟各位父老乡亲相遇的缘分啊！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快，在这儿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太子还来不来？大家稍安勿躁啊，别急，马上就来。娘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看呐，这里面就有诈。这太子下江南的时候，我听说压根就没带粮食来，骗我们的。真的呀？哦。好像走错了。
又走错了啊！都是小人的错，怕是没办法让太子殿下在日落之前拿到粮食了。再拖下去，望江楼下怕是真的要失守了。粮食呢？给我们粮食！我们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看，太子殿下带着一半的赈灾粮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抢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为了防止哄抢，请大家先登记名册，按量发放。任大人，你这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拖延时间是吧？对不对啊，大伙儿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粮食？万一是石头和沙子呢？对呀，怎么证明？真是粮食，真的有。证明了吗？大家别乱，排队登记，跟着我走。难民里会有钟离文的手下，我已命吉利备好了假的粮草，里面有个扎了黑绳的大米袋子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殿下何时学会炸人了？所谓近墨者黑，也不知太子殿下那边如何了。下一个，后来登记，我家一共4口人。对。我叫陈大力。耳东啥车？饿死了！哎，等等，大人，登记再领粮。好几个孩子，您行个方便吧？果然是假的！我这米是假的，你的身份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敢大声嚷嚷，我这刀就捅进去了。带走。是任大人，你怎么突然抓人呢？那人刚才还给咱们出头来着。放人！放人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他带头插队，若我不施加惩戒，对守规矩的人不公，更会惹得他人效仿。到那时，老幼妇孺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口粮？眼下太子殿下马上就会带着粮食过来了，大家少安勿躁啊！可你这话已经反复说了好几个时辰了。对啊，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要快啊！我们不找了，索性就到这儿吧。殿下，咱们还没到那儿呢。太子殿下，粮食来了！太子殿下，这些粮食只是其中一批，其余的已经在送往望江楼的路上了。做得好，回望江楼。是，出发。我的粮食啊！可要出人命了！该不会有诈吧？谁给这手腕儿啊？韩乱，你辛苦了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
蒲柳之姿，焉能入人卿之眼？能入。太子殿下容冠中原之脸，自然是能入。人卿今日行事，也叫我佩服。任安乐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不用谢，我说过太子殿下所愿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太子殿下该不会以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任安乐可是正经人。一本正经的任安乐，唯独在我面前胆大包天。哎，好他个太子！好他个任安乐！大人，先喝口茶。来，大人，我看您不必如此。这慕天府怎么说也是您的地盘，亮太太子也不敢对您怎么着。奇耻大辱，你懂什么？如果像侯爷所料，之后他们的下一步要从江南水患入手的话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来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离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离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任安乐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离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。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，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
这内帐还有河宫，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宫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1本内帐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宫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，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，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唉，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唉，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做些什么好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然了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子渊，是你。你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对，太子殿下，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否跟子渊说一说，当年陛下被问罪之后，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？我夸奖了。10年前，帝家军靖安侯府，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是很美。那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？太子殿下，陛下对我说，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。什么太子妃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小丫头，本以为私下独处能套出点话来，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。任安乐，寒夜会去帝子园，他不
不会把太子妃这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。哪怕她对别人动了心。殿下，醒了。那，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，门没锁，推门。苑琴，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认输？哦，主一掷，这颗心怎能安放？倾我所有，猎起锋芒。你似心上月，只渴望不可念想。耗尽此生，又何妨？抖落一身风雪，愿光为你停留。不谈风月，我陪着你把命运紧握。是我年少久违的梦，微光倾醒了我。若此无悔，来世重逢，如何记得？不舍，将你的笑脸守望，终有别离，别遗忘。我为你抖落一身风雪，愿光为你停留。不谈风月，我陪着你把命